太阳，你看天芒太阳，这周不好黑啊，主要是太阳走得早，太阳差点不是上周的事儿。太阳走得早，对，谁先走黑谁太阳走的比较早，但我这个说黑榜的倒不是说他0-4让森林狼横扫了啊，就是说他输了之后，我看了一下他这个球队总结，很有意思，开会大伙儿说话。是吧？因为输了之后嘛，你面对媒体、面对球迷总结呀，是吧？输了之后明白这球怎么输的，大伙儿讲一讲，是吧？想过去，看未来，发现谁都不明白，此起彼伏，是吧？是吧？这个大家就是谁跟谁说的都到不了一块儿，是吧？这杜兰特说呢，认为球队战术上不重视自己。哎，沃格尔的问题，我老是底角抽烟，对，是吧？我老底角抽烟，是吧？沃格尔问题，哎，这个沃格尔说呢。我们球队需要一个控卫老板的事儿啊，是吧？詹姆斯，我们需要一个控卫，需要一个真正的控卫。哎，布克说呢，我们不需要控卫。我说我是人家控卫，是吧？哎，大家大家都能分享球，是吧？然后老板说呢，老板说这最有意思，老板说。因为太阳现在面对的这个处境实际上是非常艰难，没错，是吧？接下来下一步，你要往哪个方向走，还有什么腾挪的空间？大家伙感到比较悲观，说实话。但是人家老板说了，那其他29支球队100%想跟我们做交易，是吧？哎，就是说这个我这是一片光明，然后呢，这个总经理詹姆斯·琼斯呢不说话。因为什么决定都是您做的，哎，我是什么决定不做，是吧？然后我照领工资，然后呢，这责任下来呢也跟我没关系，挺好，挺好，是吧？这总经理往那一坐，听他们说，大伙儿都在说，总经理不说，哎，所以这对很有意思，是吧？我觉得就是说，哪怕是赛季之后的发言，你透过这些发言，你也能看到，在经过的这一个赛季里边，太阳队的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这个局面有多么的混乱。是吧？沃格尔还没下课呢吧？还没下课，没官宣下课，没官宣，是吧？但是多了，也差不多了。汉姆都走了，汉姆好歹撑了1年呢，撑了沃格尔赛不是很有意思啊。这个你说沃格尔，你就说到哈姆很有意思啊。这个说哈姆下课了，这个我看美国的同行写的这个文章写很细啊，就是说。实际上湖人队里边的很多运动员对哈姆是比较不满，对，尤其是对他的执教能力比较不满，是吧？认为说哈姆是一个好人，哈姆是一个好人 ，player coach 吗？哎，好人 ，good person， 然后一个 good big brother。是一个 bro， 老大哥，我们老说嘿 bro， 哎，老大哥是什么类型的教练？嘿 bro， 这哥们儿这类型的教练，他是一好的 bro， 哎，好的 bro， 但是他不是一 coach， 他不是一 coach， 哎，我就想起来，哈姆是一好的 bro， 不是一 coach， 那沃格尔在的时候，沃格尔是一 coach， 他不是一 bro， 是吧？那肯定我去掉了一个 coach， 换了一个 bro， 现在你说这 bro 是一 bro， 他不是一 coach， 哎。到底怎么？好口条啊，好口条！哎，真难。那就需要什么呢？到底怎么？需要像里弗斯这种，又是 bro 又是 coach 的啊！这里弗斯说：“我又抢手了。”里弗斯，我扛住了啊！我扛住了5年，我这还有4年半、4年多呢，哎，反正全都到账了。这人还是得多方面发展啊！你需要 bro 的时候 bro， 需要 coach 的时候 coach。你看卢指导也下课了，也下啊，追着要续约，没有也被淘汰了，对，被淘汰了，追着要续约，追着要续约啊！快船追着要续约，别走了，给我吧啊！我们这是 bro， 这是当 coach 的不一样。卢指导，真好，一份巨大的年薪等着卢指导。卢指导打球的时候没挣过那么多钱，没有当教练，人马上年薪肯定也是1200万起。人家打球的时候呢，角色球员那时候来中国赛的时候，就天天的秀水买碟，我带着他买的，是不是？我带着他买的，真的，我听过这个故事，我真听过这个故事。还有这段呢，我带卢指导秀水买碟，然后还这个买别的也买，别的也买。那会儿还都是那玩意儿拿出来做的跟真的一样。我带卢指导去，没什么钱。人家现在再来北京，猛哥你得带着人去斯科坡，斯科
不用，主要也找不着那个找不着以前那环境。猛哥说一说吧，这周黑谁？我的黑榜是你贵队的保罗·乔治跟莱昂纳德。哦，一下黑俩。为什么黑他俩呢？是因为这周是没有人黑。因为这周打的时间长呢，就是独行侠跟快船。那确实啊，他们那太阳早就被淘汰了，真的是往返前一番的事儿啊。好，这个就只能黑莱昂纳德，黑快船，因为黑这个保罗乔治，因为登哥没得黑，登哥本身就不是这个球队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这个球队是莱昂纳德跟保罗乔治的卡交，是不是卡交的？莱昂纳德这个咱们不管身体状况如何，付出就像杨先生，付出还不如不付出呢。付出反而是这个状态不好，让球队是这个出来的比赛反而球队输了啊。他在的时候比赛呢，他不在的时候球队赢了，他付出2场球队反而输了，是啊，这是黑莱昂纳德，因为到了关键时刻啊，一个球队的领袖不在场上，这个必须要承担责任。然后为什么这个在输球的球队里还挑这个保罗乔治呢？因为登哥已经把该干的都干了，登哥扛了4场比赛，是前4场双方打成2打2。然后打成2比2平，关键剩下2场比赛啊，你说登哥都扛成这样了，乔治是不是得站出来了？乔治在剩下的这2场比赛啊，咱看一眼他的这个状况啊，这个第5场、第6场的命中率分别是30.8%和30.3%。不仅如此，前面4场比赛里，保罗乔治也不如登哥打得好。整个系列赛6场下来，他没有登哥的上场时间长，人登哥比他大1岁啊。登哥的这个就是身体状况，咱按说应该他是攻防俱佳、身体更好的人，登哥比他多打了4-5分钟，然后登哥的场均得分比他高，登哥的效率比他出色。保罗乔治场均是37分钟，而且命中率不如登哥，得分不如登哥啊。所以这个就是你说。寄予厚望的一支快船，然后最后这个赛季不行了，要扛责任的时候，肯定不能让登哥来扛。这个赛季过程当中，尤其是跟这个独行侠打这几场比赛过程里，很多人都说啊，登哥不行了，登哥又一场比赛拿7分了啊，这是登哥职业生涯在季后赛里一次又一次在关键时刻扛不住的情况。人家之前扛了4场比赛了，啊，这比赛扛不下来，真的不能怪登哥。啊，其他的这个球队领袖没有站出来，于是快船的窘境就成为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快船的窘境。感觉2位甚至是把红黑榜当了一个铺垫啊，一步一步引出来这个话题，很流畅，很流畅。好，那我们一会儿就展开聊聊啊。